暴脾气，女友对男友又打又骂，一言不合就耍赖撒娇，坐地下不起来。刚大学毕业就必须要找年薪100万的工作，这种作妖女无底线的折磨着男友，男友受不了，想要来的节目组分手。我们先听听涂磊老师的一番话。他是喜欢坐地上是吧？吵架的时候，吵架他就坐地上，耍赖。我媳妇儿当年是喜欢抱电线杆，然后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喜欢抱那个桌腿儿，你怎么扯都扯不走，这都很正常。我说再好的婚姻都会有几百次的争吵，几十次想要离婚的冲动，以及数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感受。涂磊老师用自己老婆做例子，幽默风趣的言辞讽刺了女孩的撒娇和矫情，让我们在笑声中不知不觉地领悟了涂磊老师的情感认知。那这段感情能否走到最后呢？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，祝您平安喜乐，好运连连，心想事成，美梦成真。接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事的来龙去脉。故事的男主人公小倪，22岁的他就已经是一名舞蹈老师了，跟着出来的是他的女友小杨。24岁的他是一名刚毕业的实习生，还比男生大2岁，按道理应该成熟一点了，可为何却娇里娇气不停的作妖呢？两人是一起练舞蹈认识的，女孩算是男生的师姐。接着赵川幽默地问到小杨，师姐怎么会对师弟下了手呢？赵川主持人的幽默提问让全场都乐开了花。在男生口中得知，当时是因为练舞，师姐对自己照顾有加，不管是遇到矛盾和挫折，师姐都能给师弟鼓励和帮助。那个时候师弟就对师姐有了好感，并且还考上了师姐同一所大学。就这样两人走到了一起，刚开始还算甜蜜，可随着时间的过去，2年的恋爱时间发生了很多问题。接着男生说道，刚毕业嘛，对不对？完了他想找工作，他非得去什么北上广找什么好一点的工作，完了1年要挣个180万呢。他怎么着呢？他是那个一些聊天软件上认识的朋友，完了给他说上海多么多么好，来这边待遇怎么样。女孩刚毕业就好高鹭远，必须要做年薪100万的工作，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天真。有这种好的机会会轮得到你吗？竟然还在聊天软件上人生别的异性，很明显差点就被骗了。幸亏男友小倪拦住了他，因为这件事女孩小杨跟男友小倪大吵大闹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刚毕业有野心有自信是好事，但也要脚踏实地。这种女孩要是没人看着她，迟早被人卖了，还要帮人家数钱。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凡事都要多听听身边亲人的建议。男生小倪继续说道，一块吃饭嘛，那我上午练完舞练了一上午了，他在那个看书，完了说他说饿了，我说那一块吃饭。打完饭我先打完，我已经坐在那个一条长桌，我一坐中间了，我已经吃上了。完了他打完过来，他说不行，我非得坐在外面，我喜欢坐外面，我习惯了坐外面，你就得给我坐外面。从这件小事足以看出女孩的矫情，凭什么就要男生一直让着你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呢？吃个人要别人给你打好。小倪练舞又累又饿，已经开始吃了，还要强制拉着出去外面吃。小倪在端盘子到外面的时候，不小心洒了地上，女友小杨却责备他故事摔了盘子。一气之下，小杨甩脸色一走了之。男生本想着作为男人要大度一点，吃完饭买了好吃的给女友送过去了，没想到女友不仅不领情，你走就走吧，但是我吃我就连追都没追我，还说我脾气大。那我后来我不有想着你饿，我又给你打包，我又给你送打包，你给我送过去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，把那东西一放你就掉头就走。那完了你对我发脾气，我还得去又给你打饭，完了我还得哄着你，那谁来哄我呀？这种女朋友太过矫情了。你身边有这么折磨人的女孩吗？这种女孩能和她继续走下去吗？永远都要男生哄着她，要不然不吃饭。明明比男生还要大2岁，却跟个小孩子一样撒娇作妖。这种女孩我肯定不会相信她刚出社会就能拿到年薪100万的工作，还这样3番5次触碰男生的底线。他一别过去不合适就分呗，就分手呗。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别人跟我说分手。我说2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也是。那我不是气被你气的吗？那不气我难道会说那样的话吗？我给你强调几次了，完了你3番5次触碰我的底线。不管是谈恋爱动不动就说分手，或者是婚姻中动不动就说离婚的女人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把这种事情当作儿戏，迟早会把真心爱你宠你的那个男人给气走的。如果是屏幕前的你遇到这种女孩，你该怎么呢？是继续下去还是扭头就走了？每次发脾气都要男生来哄，有一次发脾气男生不想哄了，女孩就在直接发信息
如果3分钟不出现，就要真的分手的一幕。哄他不行，他不走，完了我就强行抱他，他又在地上打滚，又这样又那样。哪是打滚了呀？那就死活不走，我抱起来，他还往地上挣脱，他完了他就赖在那个地上，他腿一盘，他就坐那，他就不走了，还盘腿坐，这地上有啥？我哄了10多分钟，完了他就是不走。那我当时给我气得不行了，我又走了。没想到男生真的格局大了，再一次想着原谅了女孩，但去到女孩的地方，没想到她耍赖在地下打滚。这想想既好笑又好气，只有小女孩才会在男朋友这里这样的撒娇吧。男生去了，女孩却不愿意起来。一气之下，男生再次离开了现场，于是又有了接下来的一幕。给我发条语音，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等你，你再不来，我你就真没戏了。不来就是嘛，我在那楼下一个人等了那么久。那他拉你，你为什么不起呢？那我那时候都已经被他们哭了好久了，我觉得你凭什么让我哭那么久，然后你哄我就得走。女孩没有底线的撒娇，男生没有原则的原谅，才导致女孩变本加厉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作妖。想想男生其实这种方式也有问题，明明比女孩小2岁，却要把女孩当作女儿来宠。这种爱情如果长期这样下去，迟早会出问题的。小打小闹没有问题，但要是遇到大事也是这样儿戏，别说步入婚姻了，就是出社会后也会有人会给他上课的。这样的撒娇作妖的小事还有好多，连主持人赵川都看不下去了，直接问到2人来到节目组的目的。较什么劲呢？今天来干嘛呀？我就是觉得吧，2个人在一起不容易，所以我想不容易好好过呗。我就想来解决一下问题。他这个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在生活中就很影响生活质量，就是心情他这种有事没事就对我发脾气我不应该2个人在一起以前对他发脾气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总算还没有。总发呢？你还不是跟他好了2年多吗？男人爱你宠你，但你不能拿男人一直当做你的出气筒。男人有的时候也很累，需要人哄，需要人疼。屏幕前的家人们，你们认为男女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？小图认为男女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模式是你有一方心累遇到事情了，另一方会给他力量并且和温情，而不是只有一方在付出，索取的同时也要学会付出，才是最好最长久的方法。接着我们看看嘉宾老师是如何点评这段感情的。首先点评的是严品红老师。累吗？我觉得其实他跟我想法不一样，脾气上去了他就下不来。完了我当时可能我俩吵完了，当时我一冷静，我说吵完了2人在一起真不容易，我说那就合下来吧。完了他就不愿意。我可不觉得你冷静啊，你今天在场上比他还激动。因为我爆发了。总爆发。憋久了总会有爆发的时候。其实男生比女孩要小，但是男生却比女孩要成熟。不管是面对社会工作，或者是2人在谈恋爱的一些事情，男生都表现得比较坦诚有担当。但现场表现来看，双方都缺乏情绪管理的能力，尤其是女孩，动不动就撒娇发脾气，还在地下撒泼打滚。这种行为不是一个24岁女孩能做出来的事情。严品红老师给出的解决方法是，2个人可以分开一段时间，好好想想没有对方的生活，自己能不能好好过好每一天，然后认知思考要不要继续走下去。接着是曲伟老师犀利的点评。土朋友的，我们在一起很不容易，我们老这么吵，哎呀，分开呢又觉得我们在一起很不容易，好不容易在一起。但听着你们的问题呢，我总觉得你们在一起太容易了，容易到你们相处过程中没有遇到真正的问题。曲伟老师也看出了他们之间的问题，小问题不断，2个人没有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故事，也就看不出对方真正的内心是怎么样的。此时女孩一边说一边流出了眼泪，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女孩也是真正的爱过男生，男生也是深爱着女孩？既然双方都是真爱，那就去经历一些大一点的事，再回过头来看看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小事了。最后是压轴出场的涂磊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。他是喜欢坐地上是吧？吵架的时候。吵架他就坐地上，耍赖。我媳妇儿当年是喜欢抱电线杆的，然后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喜欢抱那个猪腿儿，说你怎么扯都扯不走，这都很正常。我们说再好的婚姻都会有几百次的争吵，几十次想要离婚的冲动，以及数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感受。涂磊老师说出了大实话，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，吵架本身是可以强化彼此感受的一种方式，但千万记住不能人身攻击，一定要有原则。最痛苦的是，就是有一方一直在触碰对方的底线，并且屡教不改，
这种是最让人难受的。有很多情侣夫妻在磨合的过程中，直接选择放手了，半途而废。涂磊老师表示，吵架是可以接受的，只有第一步说太伤人的话，第二磨合出彼此的习惯和默契，第三时小事可以吵，大事绝对不吵，因为大事需要齐心协力。所以就有了一句俗语：生活就是汤汤水水加泪水，打情骂俏加拌嘴。作为男人服软没有问题，但不能缺失了底线；作为女孩撒娇没有问题，但不能太过分。只有这样有尊严、有相互奔赴的感情，才会长久走下去的。最后两人都被涂磊老师说的感动的落泪了，决定再给彼此一次机会，不想就这样失去了一份尊贵的感情。不管怎么样，祝福这对小情侣幸福开心的在一起吧，也祝福陪伴到此的家人朋友幸福安康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